大家好，我是老沙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下400年前的盲盒。泡泡玛特如今成为年轻人潮流的一种象征，每次有热门的新品发布，不管是在中国、美国、欧洲还是澳大利亚，年轻人都为了这一个小小的盲盒，居然提前几个小时就排起了长队，甚至有的人还为其大打出手。你瞅瞅，哎呦喂，妈哟，嚯，你瞅瞅。其实盲盒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，早在上个世纪日本流行的扭蛋就是一种盲盒。但你们肯定不知道，最早的盲盒其实在400年前的荷兰就存在了。当时的人们在疯抢郁金香的球茎，就这个长得有点像洋葱的东西它可以在初夏的时候开出郁金香花朵。为什么说是盲盒呢？因为在当时这个小东西最后能开出来什么样的花瓣，谁也不敢保证。如果你运气好，也可以抽中隐藏款，是一种带条纹图案的花瓣，足够撼动当时荷兰的豪宅。谁能想到，在今天并不起眼的郁金香，居然在当年掀起了载入经学史册的郁金香泡沫。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。在视频最后，我还会分享一下，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看，泡泡玛特为什么会这么火爆。据说郁金香这个名字来源于土耳其语，意为头巾，非常形象，对吧？大约在16世纪中叶被从奥斯曼帝国，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引入西欧。因为郁金香带有一丝异国情调，而且它们的外观跟欧洲本土的任何花朵都很不一样，所以毫不奇怪，郁金香很快就备受欧洲人的喜爱，尤其是德国和荷兰的富人喜欢把它们种在自家的后花园里。在当时郁金香还被视为是一种品味的象征。如果一个有钱人没有收藏郁金香，就被看成没品。这股对郁金香的狂热很快就蔓延到中产阶层，连收入不高的商人和店主也开始争相收集稀有品种，竞相支付荒唐的高价。在哈勒姆，有一位商人甚至为了一颗球茎支付了其1半家产，不是为了倒卖获利，单纯是为了想种在家里跟朋友们吹吹牛逼。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种叫破球茎的品种，它是指那些有条纹多色图案的郁金香品种。这种变化来源于一种叫马赛克病毒株，因为感染了病毒的关系，所以这种郁金香就很脆弱，非常容易死，导致极为的稀少。再加上有特殊的花瓣图案和颜色，所以就备受人们的追捧。在当时一位叫贝克曼的人在其发明史中写道，很少有植物像郁金香这样因为偶发、虚弱或病变而产生如此多样的花色。当其未经人工栽培处于自然状态的时候，几乎是单一的颜色，而一旦经过人工培育，导致其体质变弱，也就是感染了病毒，反而在花匠眼中变得更加可爱。你看郁金香盲盒是不是比泡泡玛特更加的惊心动魄？谁也不知道哪个郁金香球茎会感染马赛克病毒，就算你买了一个已经感染了病毒的球茎，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死，还能不能开出花来。此外，抛开这种极为稀有的破球茎，就算普通的郁金香在当时也算是稀有的，原因是郁金香本身很难繁殖，若从种子开始长到球茎，大概要7到12年才能开花，这个就有点太久了。所以当时主流的方式是通过球茎繁殖，比较大的母球茎每年可以长出2到3个子球茎，如果仔细培育，只需要1到3年就能开花，也是挺长的，对吧？这就导致相同的品种，越重的郁金香球茎价格越贵，因为重的母球茎可以长出小球茎来。你看，一边是郁金香备受追捧，一边非常难繁殖，供给有限，就导致郁金香球茎的价格不断升高，最后变成了一场投机狂热。1634年，荷兰人对郁金香的狂热达到了疯狂的程度，全国上下甚至连社会最底层的民众都纷纷投入到郁金香的交易中。所以这种狂热情绪的升温，郁金香球茎的价格也随之暴涨。稀有品种就算品质比较差的，也可以卖到2000荷兰盾。当时最稀有的一颗球茎甚至卖到了5500荷兰盾。不过我说荷兰盾大家可能没有概念，给大家打个比方，在当时的荷兰，4大桶啤酒的价格是32荷兰盾，约合1008加仑。我搜了一下，目前淘宝1加仑百威啤酒的价格大概在40块人民币，所以算下来，当时的1荷兰盾大概等于现在1250块人民币的购买力。当然，这种啤酒算肯定是不太准确，不过咱们大概有个概念就行。5500荷兰盾意味着相当于今天的700万人民币。看来我们的拉布布还要加油。布兰维尔的旅行记中记载了一些当时非常有趣的故事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。
有一位富商非常自豪于自己收藏的稀有郁金香。有一天他从东方收到了一批极为贵重的货物，一位水手前来报信说这批货已经到了。富商为了答谢水手，就慷慨地赏了他一条优质的红飞鱼当做早餐。这位水手有个爱好，很喜欢吃洋葱，这点跟老沙一样。他看到柜台上有一个酷似洋葱的球镜，心想这个东西你放在丝绸和天绒之间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？于是他又趁机偷偷地将它塞进口袋，准备配着红飞鱼一块吃。他的背影刚消失不久，那位商人便发现自己价值3000荷兰盾的郁金香球镜不翼而飞了。整个商行顿时大乱，四处搜寻这颗无价之宝，却没有找到。这时候有人想起了那名水手，但等到水手被找到的时候，正慢慢地吃下他洋葱的最后一口。他全然不知自己吃的早餐，其价值足以养活一整艘船员1整年的时间。我很好奇价值今天400万人民币的洋葱味道怎么样呢？虽然当年大家对于郁金香像对今天的泡泡玛特一样非常的追捧，但在很长的时间整体还没有失控，直到1634年事情就开始变味了。通常郁金香球镜的交易时间是在夏天，也就是在郁金香开完花之后，通过把球镜做特殊的干燥处理再开始交易。但在1634年，人们开始用合同规定交易的时间和价格，以此来提前几个月达成交易。交易的时候，买方只需要支付少量的保证金，卖方也并不需要给出球镜，直到规定的交易时间。很多买家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得到郁金香收藏，而是希望转手把合同以更高的价格卖掉来赚取差价。这就有点现在期货交易雏形的味道。熟悉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朋友应该清楚，不怕人们贪心，就怕有合适的金融工具来帮助人们实现贪心。交易模式的改变让郁金香的买卖从收藏变成了投机。贵族、市民、农民、工匠、水手、男仆、女仆，甚至清洁工和就医贩子都纷纷涉足郁金香交易。各阶层人士都将自己的财产变现，用很低的价格卖出自己的房屋和土地，来加入这场投机的狂潮。外国人也被这场狂热感染，资金从四面八方涌入荷兰。根据历史学者的描述，一种名为 Switzer 的郁金香球镜，价格从1636年12月31日的每磅125荷兰盾，暴涨到1637年2月1日每磅1500荷兰盾，仅仅1个月，价格就涨了12倍。不过我们都清楚所有的泡沫，所有的狂热都有那么一天，对吧？最终，一些比较谨慎的人开始意识到，这种对郁金香的追捧不可能永远的持续下去。富人们购买郁金香不再是为了装点花园，而是为了转手获得成倍的利润，最终必须有人承担惨重的损失。随着这种认知的蔓延，价格开始慢慢的下跌，人们的信心开始破裂，随后价格进一步下跌，信心进一步破裂，恐慌席卷整个郁金香市场。在这种情绪的蔓延下，1637年的2月3日，哈勒姆的一场郁金香拍卖竟然无人出价。此外，合约交易的形式让违约变得很常见。比如 A 曾经同意从 B 那里以每颗4000荷兰盾的价格购买郁金香球镜，交易在签约后6周执行。B 如约准备好郁金香，但到期的时候，市场价格已经跌至每颗300-400荷兰盾了。A 就干脆拒绝付款，花我也不要了。根据记录，最名贵的郁金香品种从最高点下跌了98%，一些非常普通的品种价格甚至跌到几乎为零。郁金香泡沫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几次泡沫之一。回到今天的泡泡玛特，跟当初的郁金香泡沫是不是也有点不遑多让了？一些拉布布的隐藏款在二手平台的溢价高达10到30倍。前段时间，一款全球独一无二薄荷色的拉布布甚至拍出了108万的天价。不过咱们今天聊点新鲜的，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泡玛特被追捧背后有哪些行为经济学。第一，禀赋效应。人们一旦拥有某个东西就会高估它的价值。在一次社会实验中，不同的参与者被随机赋予了2种奖品，马克笔和马克杯，它们的市场价都差不多，然后让实验的参与者分别给这2种奖品估个价，然后问他们愿不愿意换成另外一种奖品。结果是被分到马克笔的人普遍认为马克笔的价值更高，被分到马克杯的人普遍认为马克杯的价值要更高，并且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换成另外一种奖品。这是因为人们在拥有某个东西之后，就会去想这个东西会给我带来什么价值。
在我第一次给女朋友买泡玛特之前，她其实也没有提过，对这个东西好像也没有什么兴趣。但自从给她买过之后，她就越看越喜欢，觉得摆在这儿也不错，那也不错，很快想要第二个、第三个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可能要么就是一次不买，要么就是买很多次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似的体验或个人感受来分享一下。第二，心理账户，这个是由2017年的经学诺奖得主理查德·泰勒提出。他是指人们会把钱放在一个个不同的心理账户中，赋予不同的属性，发挥不同的作用。简单说就是钱和钱是不一样的。比如即使没有记账或清晰的计划，人们对不同的消费类别会有不同的预算。以泡泡玛特为例，如果你把它放在买卡通玩具这个类别，你的预算就会很少，比较吝啬。大多数成年人基本不买这个东西，对吧？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娱乐这个类别，那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预算，可能还会不小。我就发现我女朋友拆盲盒之前是最兴奋的，所以我就想，可能很多人把拆盲盒的过程当成是一种娱乐行为，买的其实是拆盲盒的这个过程，而不是一个卡通玩偶。第三，锚定效应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知识，也比较抽象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各种各样的锚无处不在。比如一个刚刚在养老院结束工作的人，走路的步伐可能都会不自觉地放慢。当你想购买一项服务的时候，如果对方的要价明显高于市场价，你可能第一时间不会觉得它很贵，而是会去想对方是不是非常专业呢？泡玛特爆火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爆。这就导致它虽然本身只是一个小玩偶，但当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名人买它的时候，看到它挂在爱马仕上的时候，看到它可以在二手平台卖到几千上万的时候，就很容易高估它的价值。第四，损失厌恶，这是指人们对损失会比收获更加敏感，丢掉100块钱伤心的程度要比捡到100块钱开心的程度更加的强烈。很多人买泡玛特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目标，可能是隐藏款，也可能是其中一个自己很喜欢的款式。没有抽到的时候就会看成是一种损失，钱白花了，特别讨厌。这时候挽回损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再买一次，抽到自己想要的款式。还有研究发现，当人们在承受损失的时候，风险偏好也会提高，就会特别的想赌，特别的希望自己能抽到想要的款式。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赌场亏钱的时候，只要能回本，甚至愿意借钱去赌。Please be big. What is this? Rayla Boo Boo? No! And what is this ugly outfit? 第五，羊群效应，就像刚刚说的，400年前的荷兰不买郁金香的妇人被视为没有品味。如今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，包上如果没有个泡玛特的玩偶，那就是不懂潮流。像老沙这种直男混这个圈子的话，就被嘲笑的份儿。这让很多从来没有买过手办、没有买玩偶习惯的人，也加入了购买泡玛特的队伍，纯属凑个热闹。不过，想要真正的搞清楚具体什么原因，可能需要对泡玛特的用户做严格的调查和分析。刚说的几条，并不是我觉得他们一定能解释泡玛特今天的狂热，只是单纯的想要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分享一下。大家觉得哪一条比较认同，哪一条不太认同，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每一个能看到这的人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随手给一个点赞、评论或转发来支持我一下。当然不要忘记点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视频了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